今天是我们京都之旅的第5天，也是我们这次旅行最后一天的行程。我们预计下午4点前离开京都，搭机回到台湾。今天前往的景点是源理宫2条层、东本院寺与西本院寺。把握时间，我们一起出发。今天下起不小的雨，我们在京都的第1天与最后1天都遇到下雨，但也看见不同风貌的京都。我们先买门票，2条层门票为1300日元。2条层是由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在西元1601年下令修建，以作为保护天皇居所京都寓所，于1994年被列为世界遗产。宽永行幸400年祭，这是京都将举办的重要庆典。护城河是重要的防御工事，使敌人无法轻易进攻，是古代城堡极其重要的建设。佐野探幽是日本江户时代的艺术家，任职于德川幕府。走在这里可以想象到，古代时有许多守卫在这里站岗与巡逻。堂门是当时为了迎接天皇而建的珍贵历史遗迹，其权威象征性十足。堂门常用于日本城堡、佛寺、神社入口。我们进入二之丸御殿参观。二之丸御殿内有许多珍贵典藏，
入内后不开放摄影，推荐来到这里的朋友亲自入内参观。我们接着前往二之丸庭园。这是苏铁的防寒措施。苏铁是南方植物，在古代的日本是极为稀有，所以拥有它们更能彰显权力与地位。二条城不仅是历史地标，现在也开放在这里举办婚礼。另外还有租借场地举办活动，但需提案经过审核。本丸庭园是一个融入现代西式风格的景观庭院，庭园特色为曲线小径、造景石与丰沛的绿草坪。我们走去前方的高塔处，那里可以眺望二条城的部分范围。北宗市前门建立于1626年，至今已有400年左右历史。这座城门是重要的文化财，南边也有一座南宗市前门。佩服古代日本人的建成工法，就这样在此屹立了400余年。今天是台湾的冬至，我们点了热汤圆。
我们参观完二条城，准备前往东本院寺。下车后，需再步行约5分钟就能到达东本院寺。附近沿途都有许多家佛具店。我们这次是自由行，而且是第一次到日本。最大的感想就是交通上的接驳要多做功课，但相信下次再来，我会比这次更得心应手。但自由行最大的好处是自由自在，能弹性地安排旅途中自己临时想去的地方。伙伴说对面的饺子的王酱很好吃，我们待会会去吃看看。现在来到东本院寺的外围，我们从前面的御影堂门进入。现在是中午，雨下得比早上大了，鞋子与袜子早已湿透。东本院寺正门这里每日几乎都有市集，如适逢节庆，更会营业到晚上。御影堂门里面供奉着不对外开放的释迦如来、弥勒菩萨以及阿难尊者的雕像。它以无法忽视的存在厚重感为特征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木造建筑门之一，并指定为日本国家重要文化财产。东本院寺建于1602年，建造时间比西本院寺晚11年。东本院寺和西本院寺原为同一座寺院，
直到大将军德川家康担心整座寺院的政治势力不断扩大，将形成威胁，所以将寺院一分为二，成为东西两座寺院。洗净双手是参拜神社或庙宇前的重要净身仪式，意在洗去世俗凡尘，以洁净的身心向神明表示尊敬。进入御隐堂内需脱下鞋子，并包裹好自身管理。御隐堂供奉宗主亲鸾圣人玉真隐，为尊敬神明，进入后不能拍摄。踏进去那一刻，感受到非常特殊的平静氛围。从东本院寺步行过来，只需大约15分钟。西本院寺有类似护城河的河道。这里与东本院寺一样免费参观，但进入寺院内有几项规定需遵守。西本院寺与东本院寺有着非常相似的位置规划。今天虽然下雨，但仍有许多游客前来参观。御隐堂供奉亲鸾圣人的木造坐像，为尊重神明，入内后不能使用相机。临近回程时间，我们准备回饭店取行李。这次的京都之旅就到此结束了。我们抵达关西机场，搭晚上7点半的飞机回到台湾。候机的时刻，想跟大家说声谢谢。我会继续分享所看见的风景。我们下次见。